像，哈哈哈，真的像，有点可怜，不是，那个，有点吓人。他扶着额头，一顿干笑，生怕蓝忘机醒来后这辈子都没脸见人。韩光君，别咬了，坐直好不好？蓝忘机非常清晰干脆地说，好。魏无羡呼出一口气，谢天谢地。等他重新一条腿压回榻上，蓝忘机终于神色如常，只是那目光还明亮地看着他。魏无羡说，韩光君，你要想凡事都按我说的做，也得事先打个招呼。蓝忘机又非常认真坚定地说，等了一阵，魏无羡没说什么，他当先说，我想问你问题。魏无羡眼睛都眯了起来，好啊，你问。蓝忘机问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魏无羡差点没忍住一阵大笑，心思一转，压着笑意问，好，我说话。那我问什么，你就答什么喽。蓝忘机仍说，魏无羡有意识他，随便问了一堆问题，不想蓝忘机从喜不喜欢兔子到有没有喜欢的人，全都认认真真的答了。魏无羡又问，江城如何？蓝忘机皱眉，哼。温宁如何？哼。那根刺就在这时被拨动了。魏无羡不知怎么压低了声音，问，云衡如何？蓝忘机说，魏婴。魏无羡愣了愣，云衡如何？蓝忘机说，魏婴。魏无羡说，云衡，听到了吗？云衡如何？蓝忘机睁大他那在灯柱下格外清浅明亮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，魏婴。魏无羡蓦地笑了，好了，别叫了，我在呢。蓝忘机。魏无羡没问到他想问的，有点惋惜。好在他脑筋转得快，不正经的时候格外快，念头又一转，笑眯眯地指了指自己，这个如何？蓝忘机，我的。蓝忘机盯着他，一字一顿，清晰无比地道，我的。省略1000字呀。我删除了，实在太多违禁了，对不起大家。魏无羡不常梦到江厌离，原因无他，不过是太过熟人。他梦中常见的是若即若离的人物，或是浮光掠影般的过往，有时瞧见一抹从未见得的景色，便知是彼时失落于脑海深处的志同回忆，或是虚拟初心怀向往而未曾至的地处。但他的师姐是活生生在他眼前的存在，睁眼即见，便清晰地与梦境分割。后来他不敢梦见他，因此当魏无羡在不知何时进入的屋子中一抬头，看到江厌离一身嫁衣，外面披着件掩人耳目的斗篷，便知这一定是梦。江厌离说，阿羡，怎么了？不是有话要说，进来了怎么不说话？他手边的桌子上还放着一只舀空的汤罐，散播开温暖的莲藕与排骨的香气。魏无羡知道那日的情景本不是这样的，门外该还有江城，大门外又有温宁。江厌离在外面同温宁说了好一阵话，魏无羡才下定决心叫他进来，却把江城关在了房间外，引起对方一阵不满的大呼小叫。魏无羡深深地吞咽了一下，他在紧张，但他的紧张从不与江厌离相关，他甚至不知该如何在他的师姐的面前紧张。江厌离等了一阵，似是十分不解，向他走近一步，魏无羡下意识向他伸出一只手，随即惊觉，手指一缩，却被他轻轻地搭住了。他说，没事的，阿羡，不论你想不想说，我都在的。魏无羡的个头已经比他高出很多，他要仰头才能看到他的眼睛，发间的宝珠璎珞随着动作簌簌作响。魏无羡想要像从前那样对他笑一下，却突如其来觉得嘴里很苦。但江厌离的手很暖，于是他又吞咽了一下，把那涌上来的苦味咽下去，说，师姐，一定不要告诉江城。江厌离的眼睛疑惑地眨了眨，魏无羡便拉住他的手，拉向自己的方向。他把江厌离的手轻轻地贴在了自己的小腹上。江厌离蓦然睁大了眼睛，他的另一只手下意识地掩住了嘴，压下一声惊呼。魏无羡被那双眼睛望着，无法直视回去，只好转开了目光。但他知道江厌离并非惊诧异或嫌恶，他看起来很忧虑，并且很难过。他用极轻的声音说，阿羡，出了什么事？现在没事了。魏无羡低声回应，师姐不必担心，一切都好。江厌离没有多问，只是点了点头，那你叫我来，却有一个不情之请。魏无羡说着，看了一眼自己身前，他变瘦了，几月来又一直在穿那身轻缓又宽敞的袍子，旁人上看不出端倪，
但再过至多1月，仅凭宽大的衣服便断然藏不下。江厌离说：“你说。”魏无羡说：“方才已经给我没出生的外甥取过字了，也请师姐给这个要出生的外甥取个字吧。”江厌离再次睁大了眼睛，他说：“我可以吗？”魏无羡终于能像往常那样笑一笑：“师姐不可以，这世上再没人可以了。”江厌离很认真地沉默着许久，他说：“长生如何？”不待魏无羡回答，他又说：“啊，不好，没有避忌你父亲的名讳。”魏无羡摆摆手，身后不碍生前事，别管那个，我猜我父亲也断不是斤斤计较的人。师姐取的这个，我很喜欢。江厌离很开心地笑了一下，真的？自然当真。魏无羡说：“我闲下来终日胡思乱想，想他以后要成什么样的人，后来才明白，只要他活着，长久平安就好。”他的话音未落，猝然停住。江厌离仍然笑着，明媚的眼睛中却滚下一颗泪来。魏无羡最见不得江厌离哭，手忙脚乱给他找帕子。然而他在乱葬岗上浪久了，随身根本没有这种东西。江厌离却按住他的手，自己用手背擦了擦眼泪。然后他抬起手，微微踮脚，摸了摸魏无羡的头发。他说：“阿羡，你长大了。”他们携手出去，梦境疏忽变幻。夷陵城中的小院落轻他不见，那些他熟悉的人也消失无踪。魏无羡身在山野间，闻到青草与流水的气味，拨开眼前的枝叶向前走，远远地看到一条小溪，一个少年背对他，正在河边饮马。他做旅者的打扮，腰间配了一把剑，又背了一张弓，消瘦矫健的背影令魏无羡感到莫名的熟悉。马站在浅溪中喝水，向魏无羡看来，打了个灰儿。那少年像是察觉背后有人，也随之转头来看，蜂蜜漆黑的头发簌簌滑落肩头。魏无羡微笑：“你长大了。”他向前走了一步，靴子踩进溪边湿润的泥土中去。那少年正向他转过头来，日光彻亮，明晃晃照的魏无羡眼前阴影叠生，待他再凝神看去，却发现那少年并没有脸。魏无羡啊地叫了一声，自梦中惊醒。他睡前在地上凑合，醒来却在榻上。天光不甚明亮，眼前的熟悉脸孔却十分清晰。蓝忘机问他：“你可是又眼住了？”魏无羡便知他是酒醒了，自己撑起身子，摇头道：“还行，这梦前半段挺好的。”卯时了。蓝忘机点头，但不语，目光下放，看到魏无羡腕上被墨额勒出的红痕。魏无羡伸出手，任由他给自己上药，说：“韩光君，我同你讲个事情。”蓝忘机点了点头。于是魏无羡把颈边散着的发丝拂开，露出一截的脖颈。蓝忘机一望之下，那原本在帮他上药的手都僵住了。